哦哈，小皮哦，加菜300块要减啊！看就是我被剪吧。好，算了。就说300要减。推啊！有，出发喽！怎么啦？出发喽！真能输吗？88%哎，88%，91哎！别说啊，这样的，好惨不说啊，话说的话说的太早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开始我们的直播和豆杯，我们直接来介绍来宾，请1号位浩哥，准备好就开始了。等下是要自我介绍，讲一下你做什么的。我是负责小 P 战队专案负责人，谢谢大家。怎么很像在面试啊？要让观众知道你们是谁啊？好，那欢迎2号位。大家好，我是东东，欧音节目的企划，什么都做。那我们欢迎3号位。大家好，我是 Vic， 我是助教，我也什么都做。你们什么都做，现在知道了。我们像血泪的公司啊。你们什么都做，听到了。公司。下一位是佳佳，大家好，我是佳佳，我的牌龄大概跟小 P 差不多吧，但是我都没有在学习，休闲玩家。我以为你要说你排零10年，跟你差不多吧，我玩你1点打，真的是差不多。很凶哎，真的是差不多。超级鱼好不好？都没有在学习。好，下一位阿卡。我是阿嘎，我是营部负责人，我比佳佳还要再更鱼一点。下一位料理大师。嗨，大家好，我是Sean，跟大家一起料理这些产品跟这些鱼，好，要讲清楚哦。负责帮大家处理事情。下一位，前面在那边说什么都做的，我不信，我才是真的什么都做的。才是真的什么都做。我是小 B 的助理跟隐藏版的助教。好，那我们今天介绍完了，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我们今天比赛规则呢是8人的 SNG 单桌锦标赛，每个人的起始筹码5000，每10分钟身盲。奖励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KO 我的话，员工聚餐加300。第3名是陈皮的礼券500，第2名是锦标赛基金 TB 35美金，第1名是获得特休1天，爽放1天假。那比较特殊的规则呢，当牌桌人数大于等于4人的时候呢，我可以无限重买，其他的玩家呢是不能 rebuy 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跟大家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解一下今天的工商内容。现在加入小 P 战队，并且完成 KYC 认证，就可以免费加入我的教学群组1个月。我本人会亲自解答群组内的手牌问题。只要每个月游玩锦标赛买入达到800美金，就会自动续留。另外，欢迎私讯我们官方 Line@ 加入小 P 战队核心成员，会有专属的扑克社群可以讨论扑克手牌。那也欢迎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被雷劈到，里面有更多深入的扑克软体教学、决赛做分析，让我们一起提升 EV 吧。那我们就开始啦。Vic，想偷，还钱。小盲没有在2BB 的啦。我有，这张 A 都不是我们的范围吧？很难说。怎么啦？我还可以。大家讲，看人家是不是点错我要淘汰嘞。完了！哇塞，我有几秒啊？现在延迟时间哦。来不及。这也来不及是不是？飞机要起飞了吗？大家一起飞。真的是空降厉害。空降。对，它降落，它是降落，不是起飞。哦哈，小皮哦，加菜300块要减啊！看就是我被剪吧。好，算了。就说300要减。是安安的，扣一下。谁你不扣？小朋友扣不扣？小盲跟了我就要跟进来啊。休想便宜买牌。通常讲这句话的人都在买哦。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自己在买。这个河趴打光了吧？打光了。可他这个也赚不到300的预算了。耶，谢谢。我发现佳佳好安分哦，这样不行。怎样？我安分也不行哦。玩出局啊！
你出局，然后东团弄一样，这样我才有机会前3。感觉要被骂了。我要解读一下，要被骂是因为玩很宽松的范围，然后还歪到了，还歪到很歪，很歪。靠！这什么员工聚餐有希望了，各位，员工聚餐有希望了，靠各位。为了300块，我出1000，大家把东东打下来。开玩笑，怎么了 ？Let's longer。这边要还钱的。哇！我料理长，我被不拉服啦！可以啊，拎起来。扣，你什么都会扣啊！哎，我很强，哦，这个还可以领先下注，很屌，我很强，你又更强了吗？我又更强了。他刚刚下注2400啊1658哦。哇，真的很强！真的很强，你真的很强，猫家。你真的很强。推啦，有，出发了！哦，怎么啊？出发了！这能输吗？88%哎，88%，91哎！别说啊！这样的，好扯哦！说啊！话说什么？话说的太早了。然后我确认一下，小 P 这里被淘汰的话，他不能 rebuy 不能 rebuy。什么？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有问跟没问一样。啊？给你了，妈的！可以追，给他追，给他追。哦啊，可以，哎，可以，可以。搞啊，小 P 清掉了。会玩。 1秒就扣了。哇，来，可以。一张 A 搞定，一张 A 哇，A 10，有花吗？还有一张方块，谢谢。一张方块，是2块。哇，我今天睡不着了，我要申请职灾。糟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手牌检讨。我们先看完流程哈 ，Min raise check 转牌满帕240，跟注合牌 A 满帕，这边加到1398，然后被 all in。其实我刚自己看了一次，我是拿 A4啦。那其实他的 turn 跟 river 在此都还蛮奇化的。其实我后来想想，其实我这边应该如果就是扣一般正常人，对，就是扣而已。可是抛东东，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有 raise 的空间？如果正常打，我应该还是可能就是扣而已吧。对，你觉得1398他有可能会跟注比你更弱的牌吗？就是他扣1398，然后输给你。东东，如果你是什么 KJ 这种牌，你会跟我吗？如果我在合牌做个 raise 的话，东东你会跟什么牌？我 K 这会 fold 啦，因为你的 A 的踢脚用不到啦。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你用得到踢脚的话，当然你可以拿到更多的价值嘛。原因是因为最好的情况你不是只有 chop， 就是对上他的跟注范围啊。注意到，其实我现在再看，我应该就是单纯就扣就好了。对，race 可能有点太 overplay 了。而且如果东东是转牌跟合牌的满帕炸五，比如说 Q9 跟89的话，他基本上合牌也不会制服你。我觉得必须要让他拿到更弱的，比如说 KKQQ 甚至什么 KJ 去抓你的话，反而是你要有过多的炸虎，让他有机会觉得你这边加注，他必须要抵抗到这样子的范围。但我觉得第一个，他刚刚拿那些范围，他都不大会在转牌加合牌下注一个满炮。根据这行动线比较边缘一点8人桌的 Big 加注，然后我3B572，然后你这边跟注，所以是单挑。翻牌9Q2 下注20%，有点小，但我觉得 OK 啊。你跟注转牌 check 合牌10，然后我 all in。翻牌前 Big 先 open， 然后你3次下注，3次下注的尺寸不是很大。我想要问的是，如果88在这边跟注的话，是一个好的选项吗？如果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大约是30个大盲有效。当然，因为你的筹码量更多啦，然后你对上其他人是更多，所以对你来说大约是40个大盲有效。那我觉得所谓的前位9人桌的 UTG 加1跟 UTG 加2，就前2个位置加注，然后中位 3B 前位的话，基本上后面的玩家40个大盲有效。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只要不是99以上的对子跟 AQ 以上的手牌，基本上都是直接弃牌。当然，如果说你是 Vic 的话，其他人都弃牌，然后到你是一个单挑的情况下，刚刚我讲的那一些，比如说我认为77以上的对子啊 ，A10同化以上，当然可以跟住，你可以抵抗一个更宽的范围，前提是这是单挑的情况下。刚刚呢讲的是后面的玩家为什么要抵抗这么紧，原因是因为
你不管是跟注或再加注，你都还不知道 Vic 在前位加注，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前10%到20%，取决于它的位置跟它打的松不松、紧不紧，它都是一个代表了一个前位的范围嘛。然后我3B 前位，我要么就是2种牌 JJ 以上的对子，甚至是 AQ 同花以上，或者是类似这种有阻挡牌的炸。那对于我的炸胡来讲，我不会亏太多，因为我就是亏500多。但是如果说你遇上我刚刚讲的很强的牌的话，基本上你99或 AQ 对上我都不会太好。我觉得1对8在翻牌前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就弃牌，这是翻牌前的状况。如果说是在转牌缺的情况下，合牌你 all in 出来，是不是可以考虑跟注到我的8？我觉得有8可以抓炸胡啊，但前提是你要知道我会炸胡什么样的手牌。有 K 你一定会跟吧？我觉得我的 KK 的转牌应该是不会 check 啊，当然我 AK 绝对有机会 check，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我 AK 在转牌的持续下注弃牌赢率，我觉得是很低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有10J 中了 J， 或者是 QJ 2对，我觉得 KQ 你的转牌应该都不会弃牌，是因为你多了一个卡顺。当我今天认为你在转牌的弃牌率是很低的时候，基本上我会打得很诚实啊，我在转牌就不会炸胡，我觉得炸胡赢的机会非常的低。假设我今天有一些同花 K 翻牌前的炸胡，那合牌也中了嘛。那如果我今天是 AK， 不管是同花或不同花，我也合牌中。我觉得我唯一会有的炸胡就是一些同花 A， 因为除此之外，我不会选其他的手牌来炸胡。抓炸胡的逻辑是什么？你的8能不能跟？其实跟你的8当然有点关联，就取决于就是我有没有炸胡。因为讲过头来，你就赢什么？你就只赢我的炸胡嘛。如果说你认为我的炸胡像这种同花 A 是够多的，那我觉得有 K 你当然可以跟，有8你也可以考虑抓炸胡。我的冒的风险也很多，因为我也认为你有可能会有 KQ、KJ 甚至 K10。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有 K 你会跟注，然后我觉得有8，如果你认为我会炸胡的情况下，也可以跟注。那如果说你遇上的是一些特别紧的玩家，或者是你对于这个玩家的判断是他炸胡不够多，那我认为你的合牌可以考虑放弃。所以你在合牌的 all in， 你本来预设我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手牌？我的认知是你只要除了 K 以外的手牌，你应该都会弃牌，但是你绝对会有一些我认知的2队或者是一些中队跟顶队的手牌，然后会弃牌给我。我的想象中是你是不会有8，原因是因为有8的手牌在我的认知里面翻牌前是不会玩。那你带合牌会有一个比较小的 blocking bet 的 size 吗？还是如果你要 bet 的话就是 all in 这个 size？ 就假设你是 AA 的话，你合牌会怎么打？我 AA 应该会 check。以一个理论上来说，合牌的下注，我在猜应该就是大尺寸或者是过牌。然后我真的要有一个小尺寸的下注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什么 A8 同花之类的。但我觉得有 K 下注小尺寸其实蛮亏的，因为以一个剥削策略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有小尺寸的下注，但是我认为我的小尺寸下注应该是永远不会有炸。前面也已经有先讲到蛮多的了。首先我觉得可以先看到 flop， 那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个3人底池。那针对 flop， 其实我这边的持续下注是一个比较大，它是一个3/4的尺寸。那其实我一开始下注的这个目的是因为我觉得东东在这个牌面下可能会跟很宽的范围，那我不想要让他那么便宜的看到转牌跟合牌。我记得有一手检讨也是 K20 2张的花，那一手它的 SPR 比较低，那这手的 SPR 比较高。是。那我在想着说，其实我这边的持续下注是不是应该还是一个1/3或者是半个底池的持续下注，或者这个牌是不是可以放到 check 里面最强的一个 range？ 我觉得这手牌因为赢率实在是太高，所以我绝对不会考虑 check。原因是因为我们依照一个高频率的策略来说，筹码深度越多，转牌跟合牌对你越有帮助。我认为在这个翻牌，你可以更高频率的下注。不考虑过牌之后，就是小尺寸跟大尺寸，如果2个要选的话，我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说实话，我觉得以这样子的筹码深度，2/3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没有到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某种程度上，我们2个如果说把你当作是一个正常的预设范围来判断的话，我的认知是你选2/3或是更大的时候，你的范围是不会有 JJ 跟 QQ。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下注一个1/3，我觉得你是可以有 JJ、Q， 原因是因为基本上你只输有 K， 然后你如果是 JJ 跟 QQ， 你不希望大盲跟一个什么 A5 红心，然后 check， 然后看到转牌是 A。我觉得小尺寸跟大尺寸会让你的范围更两极化。然后我认为大尺寸下注就会是这种赢率非常高的很强的牌，配合一些炸胡 J9 方块啊，或者是 QJ 不同花，我觉得都很适合放在1/3
2/3的下注尺寸。我觉得翻牌的1/3或2/3不是太大的差别，取决于你怎么样去让你整体的策略是比较完整的。自己在看这边，我还是会觉得有个漏洞，是因为我自己的 KQ 跟 KJ， 我觉得我不会下到2/3。所以如果我说我是了解自己的话，这样某种程度它可能不够平衡吗？我觉得平衡不会是我在做决策的考虑的点，原因是因为是啊，你打2/3，我知道你不会有 KJ 跟 KQ， 但并不代表你不会有，比如说22或者是 AK 方块，或者是 AJ、AQ 方块。因为就算我知道你有一些 AJ、AQ 方块，基本上你的赢率就是高到一个不行啊。我的意思是，我是知道你是这样，那我中了一个90同花，啊，我能怎么样？就是我知道你不会有一些 KQ 跟 KJ， 但是我还是不能够去剥削你。所以平衡是不是一个我选择大尺寸或小尺寸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很小，它不是一个改变我策略的一个指标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自己是觉得我转牌的下注尺寸蛮糟的，最理想的话应该是半个底池，原因是我觉得我的 QQ 跟 JJ 不会下注，但是如果我是一些例如说双头顺、卡顺或者是一些同花听牌，我觉得我应该也会是下注半个底池，在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它是比较平衡，但是我觉得我下这个尺寸感觉炸胡就会比10牌来的少很多，所以我在想是这边下半个底池会好一些吗？我觉得如果我是你会下半个底池或再少一点，原因是因为基本上你带了2张方块，你超希望我是一些什么5、6方块，或者是什么 J9 方块，或者是随机的 A， 我不太会有什么方块 A 啦，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只要是同花听牌，或者是单纯的比如说 QJ， 基本上你把我的听牌都压得很死，你需不需要下一个注码让我的听牌不好跟注？那我觉得是就不需要嘛。你再下一个小的注码的好处是，我会觉得我有一些10的手牌其实会很难做决策，但是根据你翻牌2/3转牌再下1/2，说实话我有10，尤其是3人底池，我有10我都会让给你啊。对上我的 K 级基本上你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就是会付你钱。如果说你今天是 AK 然后没有方块，那我觉得1/2或者2/3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原因是因为我有更多的听牌组合会跟注嘛。但我觉得你今天筹码后面剩下2300、2400，我觉得下注1500、1600优势没有这么多啦，因为后手筹码太少。我觉得这合牌的状况就是，如果我 check 的话，你是一定 all in。你说2、3、4是不是对盲注位比较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错，但你还是赢多输少。我会有 K3 不同花，我一定会有 K5 不同花以上的手牌嘛，这是很合理的评估。你赢 K5、K6、K7、K8、K9、KJ， 甚至是 KQ， 我翻牌前很有可能都只会跟注，不一定会 squeeze。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赢多输少，这是第一个。你的价值 all in， 你即便如果是 KQ， 甚至是 KJ， 我觉得对上大盲位都可以。你刚好听到同花炸胡的手牌是不是同花都不适合拿来炸胡？那我觉得这也不一定，你还是可以把我的听牌的范围给炸胡掉一部分。如果说你真的要炸胡同花听牌的话，那我会希望你炸胡的是越没有摊牌价值越是首选啊。2张9以上的方块可能就不适合，但是2张8以下的话，其实电脑还是会拿这些手牌来炸胡，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翻牌前你先讲好了，你先讲好了。对啊，然后让我打999啊，然后这里2张红色的9，你要不是啊？这怎么盖啦？小兵骂用力一点，骂用力一点。等一下，我翻牌我是拿99，我 open 2BB， 然后大门位扣嘛。对，然后翻牌很湿很黏吧。J98 3张梅花，你可以分享你的想法，然后我再听，然后我再回复你。因为我跟像对的蛮多次的啦，应该说我们还有 equity 的话，他可能会用扣的，可能想要急着跟我打工，拿完他的价值，因为是他的牌可能没有现在来我这么强。我当了99，2张红色，所以他那里有很多听牌的顺很强的听牌的花，我不想跟他跑这个，所以我就改了。那你觉得他有 J 会不会加注？不会。你觉得他有 J 不会加注哦？可是有效筹码才不到20个大盲，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假设是 KJ 跟 QJ， 我觉得甚至10J 红心，我觉得都很有可能。因为我对象这么多，是他一定觉得我比他高，所以他有价值的牌，他可能会用扣的让我继续演啊，因为有很多把都是这样玩，然后他牌其实很大。那你觉得他的价值加注的手牌会不会比你弱？比如说 J8 2对，8、9 2对。觉得他到 C 都会用扣的，
他即使是 JJ88，我觉得他都会扣我这个注吧。不会啊 ，JJ88 翻牌前可能就 all in 啊，他也不会跟啊。你基本上没有输，不大会有看到3条。我觉得当然你说会不会看到70跟 Q10，我觉得当然会有，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落后，你都还有20-30% 的机会，取决于他有没有对手。第一个，你的赢率够高；第二个，实际上看到他是2-3-0嘛。如果我是你，我这边是顶队以上，我觉得实没有梅花可能尴尬一点，但很有可能就是跟2350看转牌怎么做。但如果说我今天是 J 顶队，或者是比顶队更好的队子，比如 QQ 以上的大队子，或者什么 AJ、KJ， 不管有没有梅花，我在猜很有可能翻牌，我都不介意拿这些手牌打完。原因是因为我预期会看到更多，他搞不好会有什么90啊、10J 啊，或者是单纯的一些 A 猜或是 KI 的同花听牌。顶队以上的牌我应该都不会弃。应该说，你只要是顶队以上都不会弃牌啦，然后可以考虑跟注或再加注，这取决于你对于你自己的转牌跟合牌的掌控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不大确定开什么样的转牌跟合牌，你会不会好做决策的话，那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些顶队以上，尤其是没有梅花的手牌，可能翻牌就打 all in 的原因是因为就领先它的范围啊。这一把我是拿10J 砖块，通常这样进来翻牌很容易是拿一些中间的牌力嘛，比如我比较难确定的是像这种我拿中队，那我要注意的是什么？然后我应该他打了一发蛮大的，我就直接弃牌。中等牌我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在多人抵持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当然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判断流程是：第一个，翻牌前的范围就是 C2 位加注 ，bottom 位跟注，然后你在大盲位的跟注手牌，你先要先知道这2位的范围，去做一个判断，然后自己的手牌适不适合跟注。那我觉得这是翻牌前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翻牌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很看的是3方的范围，他们2个人在这个牌面，我觉得关联性都算蛮高的。原因是因为有2张高牌，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的策略是什么，你一定都是过牌嘛。如果我是东东，我会选一个更好的一个下注尺寸，是不会超过半个底池。那原因是因为你们的筹码量都太少，所以当今天 SPR 低于4的时候，基本上不大可能会下注超过半个底池，尤其是3人的情况啊。如果他今天下注到一个满帕，以浩哥的角度，他还是会有一些很不错的牌可以 check， 尤其是有 K， 我觉得 OK， 因为他并不需要太担心转牌跟合牌，所以我觉得对上一个满帕，如果你是10J 红心，我很有可能会跟一次，原因是因为你有更多的转牌可以继续。但如果说对上一个接近满帕，你只有单纯一个10，没有什么后门听牌的机会的话，我很有可能也会直接弃牌啊，我觉得不会绕太糟。当然，如果说你有顶队，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界定，原因是因为你有顶队的时候，东东在炸火的机会相对就会比较多，因为你有 K， 他有 K 的机会就更少。东东手牌。可是我觉得你是 KQ， 你不需要下这么大，因为你下一个1/3，我觉得10J 就要付你钱了。因为我觉得他不会给我，他怎么觉得我这里会有这样子的范围？我自己觉得对，因为打太大，因为3人抵持啊，这打太大，应该说你偷你赢啊，因为我们只玩我们自己该抵抗的范围。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下注1/3，那变成是他10可能就要去抓你的炸虎，然后也会比较好跟嘛。那当然你希望让人家有机会犯错，拿一些更弱的牌来支付你，除非说你告诉我说你这边炸虎很多，然后任何的2张梅花、2张红桃。J9 都会炸，那我觉得可能还行，但是以整体的策略来说，基本上你打满趴，真的是你敢打你赢啊，就是会 miss value 啊。对，我自己在想说，8BB 小 P 这边的 all in 到10BB 之间，我这边在没有出局风险的情况下，我如果又明确知道 KO 小 P 会有额外的 EV 之外，加上我可能也直接晋级变成第3名，所以我会认为这个33是可以扣。刚好去看了一下 free bet range 的范围，底端范围好像到44吧，然后33是一个看你的范围有没有比较宽，再去决定要不要扣的一个组合。我这边的问题会是，这个阶段有牵扯到 ICM， 然后又牵扯到有额外的 KO bounty 的情况下，我到底要玩紧一点，还是更紧一点，还是要松一点？我们可以先评估的是什么？先评估的就是假设这个没有所谓的 ICM 的影响，单纯就以筹码期望值来说，我们的预设策略会是什么？当我是在 CO 位 all in， 比如说接近10个大嘛，然后你在 bottom， 你应该要继续什么样的范围？那我在想55加 A10加应该是一个很明确。同花 A 的话，可能会是 A7、A8 同花，或者是 A8 不同花以上，对上我原本预设的范围。我刚刚讲的那些是首对哦，而且是我要推的是筹码期望值的范围。55加跟 A10加，就算再夸一点44啊，我认为44以下的对子在这个地方都应该会是考虑
弃牌，除非你在盲注位，因为你在盲注位冒的风险更少。第一个是你有放盲注，对你讲赔率更好，再来就是你后面的玩家人数越少，所以你可以跟得更宽。当你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认为2233应该是不能跟注，就单纯是以筹码期望值的状态。那考虑到 ICM 指的是什么？虽然说我的筹码很少，但是其实我跟浩哥没有差到太多，所以理论上我还是不会推到这么宽。在 CO 位能够推的范围，我很有可能只会是一样，或者是推得更紧。你不知道我是什么策略，但是你预设策略是我只会是最宽是一样，或者是更紧。所以光是知道这一点，我觉得33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你还要考虑到的是奖金嘛，因为你 KO 有一个 bounty， 所以这个东西会让你跟得比较宽。但是我认为这一来一往，它的误差值或者说它的修正，应该还是会落在比如说55加跟 A8O 加，或者是40以上的对值，或者是55以上的对值，应该是更明确。A8、A9 不同花，然后同花 A 的话可能是 A7 或 A8 同花，我来猜大概是这个区间啦。如果说今天是靠近决赛桌，或者是靠近有 IC 的影响，不管是因为是 last longer， 或者是有 KO bounty， 你都可以用这种先去想筹码期望值的策略是什么，然后再去想加了一个 bounty 的因素会让你跟得比较宽还是跟得比较紧，然后再去做一个推敲，让你至少知道说你自己思考的方向是往哪一个方向前进。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是说，你觉得你跟了我之后淘汰了之后，你更有机会保到前3或者什么，但我不能够同意这句话，因为原因是因为你要想到的是你的筹码量是排第2名，所以你刚刚那样子的说法并不是可以支持你的理由说哦，因为你赢了这个你就会前3，但是你要想的是你输了这个之后，你有可能会比你现在的筹码量还来得更危险，因为你的筹码量还没有跟注之前是15000。如果说你今天认为其他玩家有机会犯错的话，那我会打得更紧，原因是因为还要考虑到其他2位玩家的策略。所以我觉得1对3我应该是不会跟住啦，至少是55以上的对子跟 A10 不同花，或者是同花 A8 以上，大概是这样的范围。没有bounty的话会紧很多，紧多少你怎么知道？说实话我都不会知道，但实际上你可以就是预设说 OK， 那我这边会跟55加跟 A10 加是一个没有 ICM 影响的情况下，那你就要知道说 OK， 那我一定会比这个更紧。那至于多紧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说小 P 在这边以一个平均玩家池来说，他会推到这么宽吗？我认为如果说今天换一个随机的路人来讲，你一定会想这边推很紧， K10 都会 all in 啊。那不管怎么样，你的预设范围都会是从55加跟 A10 加，就假设你知道我们的基准点是什么，然后去往上跟往下调整，但是不会比这个基准点还要剥离太远，受到奖金期望值的影响。我觉得你这边 A10 弃牌 KQ 不同花弃牌，假设没有bounty的情况下，我觉得 A10 KQ 不同花甚至是5566弃牌都是 OK 的。我宁愿在这个情况下是打比较紧，也不要去冒一个你没有资讯然后你再猜，然后你猜错所冒的风险是更大的。这边我先自己检讨一下，就是自己知道应该是 open 的尺寸就是不够大，但是想知道就是说，因为盲注未对决的范围很宽的情况下，怎么去适时的处理翻牌后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基准？比如说这边我被东东推个 all in， 我就直接受不了，在转牌的时候，对，好。所以你的问题是翻牌后的跟注的范围要怎么去评估？我觉得这跟翻牌前跟翻牌后都是一个连贯性的。那翻牌前加注的话，我会认为我的预设加注尺寸可能会是3个大盲，我觉得应该是个基准点。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位置嘛，所以我不大可能会加注 2.5 可能最边缘，那理论上应该是 2.5 到3啊。然后你要加到 3.5 的话，除非是大盲前注，但因为我们这个是10%的前注嘛，底池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下，加注 2.5 到3个大盲应该是合理的范围内。那翻牌前它是limit code 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在翻牌前的范围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优势，然后以 J5 的牌面上来说，你的 J 的手牌应该还是会比它多，譬如说2张10以上的10J 的3条 J 的手牌，踢脚比较好的 J 组合会比较多。当然你们双方的范围都会是非常的宽啊，所以你还是会有很多的 Ace High 跟 K High， 这是正常的。简单一点的策略来说，我会觉得比较好执行的就是宁愿你有一个过高的持续下注的频率，也不要过牌。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好执行的策略，就是你翻牌前只要你加注，然后在大部分的牌面下看起来不是很危险的牌面下，我觉得你都可以做一个比如说1/3左右的持续下注。原因是因为它会让你的整体的策略比较简单一点，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式，但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好。那你今天选择过牌的话，就会让你走到一个支线，就是你是要过牌跟注，还是你要过牌加注。这个时候你不但有过牌跟注，还有过牌加注，你还要去把正确的手牌范围放在这2个支线里面。对于很多人不大明确这样子的策略的时候，他会比较难执行。
问题就在于说转牌6的时候，我觉得它会一样的状态，就是当你今天选择过牌的这一些手牌，假设你有一些慢打的 AAKK， 假设你有转牌的同花听牌或顺子听牌，你怎么样去让你的范围相对应的去放到这2个篮子里面？如果说今天你过牌之后被 all in 了，那我觉得你会认为这样子的下注，你会认为是什么样的手牌类型？我当下的想法是一些集中6以上的对子，他7、7、8、8、6都可能会这样 all in 我，然后去拿一些不管是5的价值或是更小的手对的价值。那如果说今天是对上这样的范围的话，我觉得你很明确的定义出你认为会是这样的范围，就是有 A5 或是 A6 或者是5、6同花之类的手对的话，配合的手牌我觉得可能是一些转牌或者是翻牌的同花听牌或顺子听牌的炸。那我觉得你跟注的范围很明确是什么？例如说你这边是 A4 红心，我有可能就会跟注，原因是因为我会看到什么7、8红心，我会看到7、8方块，我会看到什么7、8梅花之类的，我就会不建议跟一些更弱的听牌，但是我希望它是有一些摊牌价值。所以如果说你问我你这边是 A4 红心，我很有可能会跟注。如果真的他有中对子，你都不会到太糟。那如果说他今天是听牌，你压制他的听牌，或者是你领先他的听牌，你认为他有很多这种5的对子或6的对子，当然你没有听牌，或者是你没办法赢这些牌，那你就会考虑到这些弃牌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下注尺寸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原因是因为太大或太小都会让你的对手很好做决定，反而是一些1/3、1/2或者2/3或是满帕会让你的对手在不确定的范围里面做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如果你的评估是它的范围里面要么就是有5或6的对子的话，那当然你的决策是什么？你只要赢不了这些手牌，甚至是它的炸虎的听牌你赢不了，那我觉得都是很明确的弃牌。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总成绩。我们从 KO 奖励开始 ，KO 奖励加1次，东东2次，不能接受第3名就是我陈皮礼券500，第2名是 Sean。TP 35，第1名是东东，特休1天，好爽哦！好爽！可以公布东东的照片吗？让华人知道他叫。好，那相信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汉斗杯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应该都有学到满满的知识。那未来呢，我们在汉斗杯的直播也会开放我们的战队成员来报名参加啊，现在就来加入我的小 P 战队。重点是现在新加入的会员呢，还可以免费加入我的教学群组1个月。本人呢会亲自解答群组里面的手牌问题，只要是扑克相关的，我都会回答。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贝雷 P 道，在里面有非常多的软体教学、决赛做分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各位拜拜。